我是个穷鬼，我男朋友也是。可当我问他淀粉肠1根3元，2根多少的时候，他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。我起了疑心，和闺蜜说，我觉得你哥是个假穷鬼，他竟然不知道2根淀粉肠多少钱，你肯定知道吧？闺蜜神色一慌，强装镇定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后来在我兼职的5星级餐厅，看到他们2人各拿着一本穷人必备知识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开通9.9自动续费，第一件事要取消自动续费。鸡锁骨1斤15元，买1斤送半斤。男朋友更是念到崩溃，死嘴，快背啊！正文开始，我和男朋友沈毅还有闺蜜沈楠从小在山沟沟里长大。不同的是，我们10岁那年，沈毅和沈楠2兄妹被他们在外打工的父母接走了。他们当年走的时候，拉着我哭哭啼啼，秋秋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才能再见了。秋秋，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啊？秋秋，你和我们一起走吧。沈毅刚说完，被他妈一个爆头，天天拉着人家秋秋出去疯不说，现在还要拐卖人家是吧？等你长大了挣钱了，再接人家秋秋出去过好日子，知道了吗？沈毅抽着鼻子点了点头，知道了。他和沈楠一人拉着我一只手，秋秋，我们都要考上清河大学，到时候大学见。沈妈妈看着他们没忍住笑了，你们知道清河大学在哪儿吗？我举起手，阿姨我知道，清河大学在北城。沈妈妈摸了摸我的头，好秋秋，阿姨有空会带着小一小南回来看你的。我用力点了点头，可是这一别就是8年，直到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才再次见到了沈毅和沈楠。时过8年，我们的模样都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贫穷。说起来，我们还能再见面，也是因为穷。那天我正在饭堂勤工俭学，有一个男生拿着空盘子，试探性的喊了一声秋秋。我回过头看着面前这个一身贵气的男生，请问你是？男生大喜过望，真是你呀秋秋。他惊喜地指着自己，我是沈毅呀秋秋。我顿时瞪大了双眼，沈毅，你是沈毅？我看着他一副富家少爷的模样，心里也替他高兴。沈毅，你现在过得很好吧？却没想到他看着我，一双小狗眼泪汪汪的。秋秋，我过得很不好，我已经2天没吃饭，你可以请我吃点饭吗？我一听吓了一跳，兼职结束之后，连忙把他带去了外面的餐厅。他顺便叫上沈楠，沈楠还没到的时候，沈毅细给我讲述了他们这几年的生活。他说叔叔阿姨把他们接走之后，开始尝试在大城市做一些小生意，一开始确实挣了点钱，可是后面环境不好，又赔光了，还了欠一屁股债。后来为了偿还债款，阿姨做了保姆，叔叔做起了司机，直到现在家里的债都没有还清，所以他和沈楠的衣服都是阿姨的雇主家里捡回来的。听完后我心生怜悯，阿姨和叔叔自从带走沈毅和沈楠之后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有人说他们在外面发财安定下来了，也有人说他们可能过得不好，不想回老家。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他们是这样的境遇，心里越发难受。于是我一拍桌子，沈毅，你今天和楠楠随便吃，我买单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背着名牌包包的女生在我们面前坐下。怎么回事啊沈毅？我正在参加聚会呢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女生愣了愣，楠楠，她好像这才注意到我。你是？我笑了一下，楠楠，我是秋秋呀。她的眼神一下子激动起来，秋秋，真的是你呀。我们开心地站起来，一把抱住沈毅，连忙拉开了我们。沈楠，秋秋可怜我们几天没吃饭，说要请我们吃饭。沈楠顿了顿，我们好几天没吃饭。还没沈楠说完，沈毅看着沈楠一脸严肃，你怎么又穿着一身假货去聚会上兼职了？我不是说不许去吗？沈楠瞪大了眼睛，假货，说着就被沈毅拉到一边。秋秋失陪一下，我得教育一下沈楠。我呆呆地点了头，怎么回事？楠楠好像不知道自己穿的是假货。他们回来之后，沈楠抱住我就哭，秋秋，我们终于见到你了。你不知道这些年我们家里穷到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。秋秋，我好饿啊。怎么回事？这孩子刚刚也不这样啊。沈毅说他和沈楠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，所以那天我几乎把菜单上的菜都点了一遍。沈楠看着端上来的菜呆若木鸡，我有点担心地询问，怎么，是不喜欢吗？沈毅连忙回答，当然不是了，是沈楠太久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了。说着他还问了一下沈楠，是吧妹妹？沈楠木然地点了一下头。沈毅又说，你不要辜负秋秋的一片心意呀，不要浪费。我也忘记那天他们吃了多少，只记得吃到最后，沈楠一边往嘴里塞一边流眼泪。我心里越发难过，他们这是饿了多久啊？这都能感动得流泪了。最后一大桌子全让他们吃完了。沈楠是被沈毅搀着回去的，回去之前沈毅还不忘说了一句，谢谢秋秋，我们下次还来找你。沈楠没忍住呕了一声。他们走远了，我还隐隐约约听见沈楠的声音，你职业坑妹呀。就这样，后来的日子里，沈毅沈楠没钱了就会来找我蹭饭，我们又像小时候一样整日黏在一起。我们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，一起做兼职，而我和沈毅也在日渐一日的接触中有了不一样的情感。大2那年，在沈楠的撮合下，沈毅成为了我的男朋友。还记得表白那天，我的舍友都在场，他们看见沈毅给我布置的场景，吓了一大跳，偷偷和我说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很穷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是呀，真的很穷，他今天早上刚问我借了100块呢。舍友思科瞪大了眼睛，你干嘛？他再穷也不能问女朋友借钱吧？另一个舍友小爱也赞同的点头，就是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。我尴尬的挠挠头，不是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是因为家里实在困难才问我借钱的，每次都有还的。他们2个异口同声，每次？不是，那他得多穷啊？顾思科反应过来，不对，偏题了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秋秋，你知道这个表白的场地布置要多少钱吗？我吓了一跳，布置一个场地还要钱？当然了，这也是地兰华公司布置的，得10万呢。地什么华？思科和小爱相视一眼，那表情像是在说我没救了。后来我和沈毅提起了这件事，沈毅，我舍友说你给我表白的场地是那个地公司布置的，他们说的10万，真的吗？沈毅当时正在和我吃饭，听我说完之后手都抖了一下，
手里的饭差点摔了出去，幸好被我眼疾手快地接住了。我看到他这样，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不会真找了那个公司来布置吧？真花了10万啊？你哪来的钱？不会是去网贷吧？听到我一通询问，沈毅才慢慢冷静下来。秋秋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贪慕虚荣，找了一个假货公司来布置那个场地。这是咱们彼此的初恋，我本来想让你有面子一点，没想到弄巧成拙，让你被舍友质疑了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幸好你找的是假货公司，要是找了真的，真花了10万，我才要生气呢。假的没关系，不要骗我就好，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。沈毅的筷子又不小心掉在了地上，我替他捡了起来。我不是怀疑你，我只是想问清楚。我那天很开心，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都感受到了你对我的一片心意。后来我和舍友解释了这件事，小爱点头，虽然是假的，他也没有在你面前说这个场地布置要多贵，没有打肿脸充胖子。思科也表示赞同，就冲这表白的仪式感，不知道比多少男的强了。不过我还从没有听说这个还有平替呢，你回头帮我问问沈毅是哪家公司，我下次也去。我开心的点头，拿出化妆品准备化妆。小爱却看着我的化妆品叫了起来，秋秋，你发达了呀，买1000多的粉底液。我愣住了，没有啊。他瞥了我化妆包后吓了一跳，秋秋，怎么你用的化妆品都这么贵呀？光是那支口红就要500。好啊，原来你是隐藏的有钱人。此时我们宿舍里的大小姐顾晴听到小爱的话后轻笑了一下，小爱，我怕你是没见过真正的千金大小姐，就陈秋秋这样，你也敢说她是有钱人？我说该不会用的什么假货吧？小爱过来又仔细看了一下，我不会认错的，我妈用的就是这个。她递到顾晴面前，你看，你该不会认不出这个是正品吧？顾晴一下变了脸色，她一副穷酸样，谁知道这些化妆品怎么来的？我看着眼前这堆化妆品愣了愣，这些都是沈南送给我的。晚上和沈毅约会的时候，我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沈毅，沈毅，最近楠在做什么呀？他脱口而出，沈南，估计就逛街购物吧。我有些慌了，上大学之后，我没少听说一些女大学生因为家里没钱而走上歧途的事。沈南家里这么困难，但最近却总是在逛街购物，还送我这么贵的化妆品，难道他真的做了傻事？我忍不住责备沈毅，你明知道家里困难，楠却总是去逛街购物，还送我这么贵的化妆品，你就这么放心？你以为钱能自己出来吗？作为哥哥，你就不能多关心楠吗？沈毅一愣，好像终于意识到自己刚刚说了什么。不是，就是沈南他最近找了个兼职当群演呢，就是在商场里逛街购物，有时候还能得到一些品牌方的赠品。我估计是品牌方送的太多，他用不完就给你了。楠肯定没有干傻事的。我半信半疑，我每天都和沈南聊天，他却从来没有和我提过去商场当群演的事。我刚想给沈南发信息，却被沈毅眼疾手快的拦下了。别，我不解，为什么？沈毅想了半天，沈南比较好面子，他还给你送东西，肯定是怕你有心理负担。这是听我的，别问，你实在不放心，我下次找沈南聊聊。我迟疑地点了点头。沈毅送我回去的时候，我远远地听到他和别人在打电话，差点就露馅了。你知不知道？你到时候就说，沈毅老师打电话的时候说些奇奇怪怪的话。他说是他朋友在追女生，他在替朋友支招，也是奇怪，追了1年多还没有追到吗？我回到宿舍时候，小爱和思科正在刷短视频，他们看得哈哈大笑。小爱看到我，摇了摇手，秋秋，你回来的正好。我问你，淀粉肠3块钱1根，2根多少？一旁的顾晴一脸无语，这种小学生的题你也问，不就是6块吗？小爱和思科笑得更加大声了。原来是真的，少爷小姐们真的不知道。我立刻抢答，1根3块，2根5块。答对。顾晴不理解，这是什么高阶计算法？小爱笑得不行，顾大小姐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思科看着视频，我再问一个，鸡锁骨15块钱1斤，请问我给老板15块钱，我能得到多少斤？这次顾晴不敢像上次一样抢答，我直接公布了正确答案，1斤半，因为买1斤送半斤。小爱和思科再次欢呼，回答正确。顾晴脸色有点难看，我就不信了，再来一个，请听题，在一家国潮炒饭店收藏并多支付0.1元可以得到什么？这下顾晴彻底沉默了，这到底是什么题？我直接自信回答，香肠，全部答对。秋秋，恭喜你通过了我们的穷人测试。我的笑容就这样消失在脸上，可恶，就这样水灵灵暴露了我是穷人的事实。这下轮到顾晴笑得不行，我就说怎么我答不对，经济实力就摆在这里呢。我沉默了，有钱了不起。下一秒我不禁暗自心酸，有钱真的了不起。我开始怀疑沈毅有问题，是某天我们约会的时候，我们约会约到一半，他接到一个电话后突然要离开，对不起秋秋，我家里突然有点事。那天他很晚才回学校，但他回学校的时候还不忘给我带了零食。我下楼看见他的时候有些错愕，他解释说忙完家里的事，经过零食店就买了一些零食。我拿完零食回宿舍的时候，顾晴也刚回到宿舍，他随手把一个袋子扔在桌上，零食吃吧。我看看他的内袋，又看了看自己手里内袋，竟然一模一样。大小姐，你也路过零食店啊？他鄙夷地看了我一眼，什么零食店？这是我参加晚会别人硬塞的。小爱和思科起了好奇心，大小姐，什么晚会啊？他皱了一下眉，就有钱人互相认识的那种晚会，什么家族继承人啊，行业新贵都会参加。小爱发出惊叹，好高级，这就是有钱人的社交吗？说着，他们拆开顾晴带回来的零食，一边吃一边惊叹。我默默回到桌子上，看着那袋零食，陷入了思考。家族继承人，行业新贵，第一种可能性排除，难道说沈毅在外面偷偷创业挣了钱？第二天，我在路上问了沈毅，沈毅，淀粉肠1根3块，那2根是多少？他刚准备回答，我忍不住又说道，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穷人测试题，我们宿舍那个大小姐就一点都不知道，她说是6块。她突然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，2根，怎么会是6块呢？哈哈，不愧是大小姐，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。我双眼盯着她，所以你觉得答案是多少呢？她慌了，她挠挠头，秋秋，你知道的，我不爱吃淀粉肠，
没让你吃，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吗？秋秋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宿舍的煤气忘记关了。我看着他慌忙逃跑的背影，越发觉得他可疑。他和我说家里穷，但是每次见面的时候他穿的衣服都不重样。虽然他解释说是阿姨捡的雇主家里的衣服，但是哪个雇主家里有这么多新而且贵的衣服让别人捡？有的话告诉我，我去捡。而且沈毅有时候明明在学校吃不上饭，但是我们每次出去约会的餐厅都不便宜，他还从来没有让我出过钱，一问就是在某鱼上买的券。不行，越想越奇怪，我得去问一下沈南。沈南坐在我面前，笑嘻嘻地喝着饮料。秋秋，你终于想起我了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最近做那个小组作业都快抑郁了，幸好你来找我玩了。我看着眼前的沈南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，背着破洞的包包，脑海中沈南和沈毅是家族继承人的想法又被我否定了一次。楠楠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哥有点奇怪？沈南喝饮料的动作一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吵架了？我摇摇头，我觉得他在骗我。沈南慌张地抬头，啊！我仔细地说出了自己的疑惑。你看啊，他总是穿着大牌的新衣服，每次出去约会都带我去高档餐厅。听到最后，沈南闭上眼睛骂了一声：“这个笨蛋！”我没听清，询问道：“楠楠，你在说什么呢？”我觉得这些都是巧合，毕竟他是我亲哥，他有钱我还能不知道？说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想起那个题目：楠楠，你哥连一根淀粉肠3块钱，2根淀粉肠多少钱他都不知道，你肯定知道吧？沈南突然神色慌张，但还是强装镇定：“我当然知道了，就是呀，手头紧张的人都该知道这些常识。等下一次，我一定多问沈毅几个问题。”话音刚落，沈南的手上拿着的勺子就掉到了地上。这两兄妹怎么这么喜欢掉东西？晚上的时候，顾晴走到我旁边：“陈秋秋，听说你也要报名编程大赛？”我点了点头：“是啊。”他冷笑一声：“我劝你还是赶紧退出吧，这次参加的人都非富即贵，你斗不过我们的。再说了，我们参加这些比赛都是为了到时候出国留学，你就算参加了拿了名次又能干什么？你有钱出国留学吗？”我慢悠悠把书整理好。第一，我只听说过比赛和个人实力有关，还没听说过和家庭背景有关。要是你觉得我构不成威胁，又何必嘲讽我？第二，我参加比赛拿了名次，用不用和你没关系，不要对别人的人生占有欲这么强。小爱和思科也替我说话：“是啊，大小姐，总不能你参加了就不能让别人参加吧？”顾晴的脸又黑了，转身就要走。走之前，他盯着我桌子上之前沈毅给我送的零食看了好几眼。2天之后，在宿舍没人的时候，他突然拦住了我，笑得一脸得意：“陈秋秋，你可真是可怜啊，被别人耍得团团转。”我看向他，什么意思？他却又不说了。退出编程大赛，我就告诉你。我无语地扫了他一个白眼。他在后面大喊：“不听你会后悔的。”但是很快我就知道他口中那个不听会后悔的事是什么了。当我到兼职的5星级餐厅后，就看到沈毅和沈南正在拿着一本穷人必备知识，嘴里念念有词：开通9.9自动续费，第一件事要取消自动续费，基锁骨1斤15元，买1斤送半斤。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们念了半小时。沈南说：“哥，你快点背，秋秋说他要抽查你的。”沈毅念到崩溃：“死嘴，快背啊！”我终于看不下去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沈毅和沈南像犯人一样坐在我面前。沈南，你不是说这里绝对安全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沈南欲哭无泪。我也没有想到秋秋今天来这里吃饭啊！我忍不住出声：“嗨嗨，我不是来这里吃饭的，我来这里兼职的，今天第一天上班。秋秋，你第一天上班累不累啊？秋秋，你啥时候找的兼职？怎么不和我们说？”我拍了一下桌子：“不要扯开话题，如实交代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骗我的？”沈南直接不打自招：“秋秋，不关我事，都是我哥，是他让我骗你的。”沈毅看了沈南一眼：“沈南你……”我看着沈毅：“沈毅，解释一下。”沈毅乖乖低下头：“秋秋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只是我们那么久没见，我不知道怎么和你拉近距离，我怕你觉得我们是有钱人就不和我们玩了。”沈南也赶紧插话：“是啊，秋秋，我们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”我看着他们，我当然知道他们没有恶意，可是任由谁被自己的男朋友和好朋友欺骗了那么久，也会有些许的难过吧。那天的最后，我说：“这段时间让我一个人待会吧。”回来之后，我一个人想了很久，我在想沈毅的那句话：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他和沈南是有钱人，我还会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，和他们毫无负担的做朋友吗？如果我早就知道了沈毅的家世，那天我还会接受他的表白吗？我本来想和沈毅毕业之后一起好好工作，然后结婚生活，我是真的想过和沈毅有未来的。可如今好像一切计划都被打乱，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。家庭背景相差巨大的爱情真的会有结果吗？当年我爸爸对家境优渥的妈妈一见钟情，对她死缠烂打了3年，妈妈终于同意嫁给了爸爸。可刚生下我不久，妈妈还是忍受不了贫穷的家庭走了。爸爸追到外公家，却被告知妈妈去了国外。小时候我并不知道国外是哪里，可每次看到爸爸提起妈妈时痛苦的表情，我知道那是爸爸去不了的地方。我和沈毅真的会有结果吗？他会不会最后也离开我去我去不到的地方？就这么想了一晚上。第2天起来的时候，我顶着一个黑眼圈。小爱和思科吓了一跳：“秋秋，你改行当国宝了？”顾晴则是得意洋洋：“陈秋秋，让你不答应我的条件，想了一晚上吧。”有时候真的很想把顾晴的脑子扒开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，他到底是怎么考上清大的。最终我还是没有理他，洗漱后一个人走了。身后又传来顾晴的叫喊：“陈秋秋，你居然无视我，你会后悔的。”大小姐，我到底要后悔多少次啊？我刚到图书馆，没想到在门口看到了沈毅，他抱着书，看到我下意识走上前来，又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一样顿住了脚步。我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但还是什么都没说。随后快速经过他走进了图书馆，坐在座位上，我看着面前堆得跟小山一样高的书，陷入了深思。编程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个比赛对我很重要，我希望等比赛结束之后再找沈毅好好谈谈。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早起晚归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编程大赛中。
可我没有想到编程大赛那天，顾晴的队友是沈毅。我愣愣地看着他们好久，直到队友叫我才回过神来。顾晴怎么会不知道我的男朋友是谁？她笑着看我，眼里挑衅十足。同一瞬间，沈毅也看向了我。我看着他，什么情绪也没有。这一刻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少爷和大小姐站在一起确实很般配，比沈毅和我站在一起更般配。队友也明显察觉到我的情绪。那不是你男朋友吗？出轨了？我摇头。队友一副我懂得的表情。没事，解释过来人，等等，用编程打爆他们。那场比赛，我发挥的前所未有的好，几乎秒了所有的题。队友也被我强悍的实力折服。这就是受了情伤的女人吗？比赛结束后，顾晴不忘特地跑来我面前炫耀。看到我的队友很吃惊吧？我和你说，这可是沈毅的妈妈亲自让他来帮的。你现在知道有权有势对比赛有多重要了吧？自己的男朋友却跑去帮别人，哎呀，我真的想想都悲哀呀！我听得不耐烦。你说完了吗？我可以走了吗？顾晴又生气了。拽什么拽？等成绩出来你就哭吧。我没走远几步，沈毅就追上了我。秋秋，不要不理我，我们聊聊吧。我出言讥讽。这时候你不应该和你的队友提前庆祝胜利吗？没想到他却咧起了大牙。什么胜利？我全都不会，乱编的。你忘了，我学的是法学啊。好爽。我和沈毅暂时回到了情侣关系。没错，是暂时。鉴于你的欺骗行为，我对这段感情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全感。在我的不安全感结束之前，我们只能是暂时的情侣关系。沈毅看起来委屈巴巴，沈南则是跑到我身边，可怜兮兮地问：秋秋，那我呢？那我呢？鉴于你是重大帮凶，惩罚你给我带奶茶1星期。沈南喜笑颜开。我的好秋秋，别说是1个星期了，1年我也愿意。沈毅不可置信地抬起头。秋秋，凭什么他的惩罚这么轻？沈南他骗的也不少。还没等我说话，沈南便激情开喷。沈毅，你看看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我难道不是为了你能顺利和秋秋在一起，才说了一些善意的谎言吗？你自己玩过火了，非得破坏我和秋秋的友谊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编程颁奖那天，顾青在台下居高临下般看着我。陈秋秋，早要你退出不退出，非得来这里丢人。现在好了吧？不仅自己男朋友要帮别人比赛，还得看着别人拿奖。我要是你，今天根本就不会来。沈毅和沈南走过来。是吗？谁说我们秋秋不能拿奖了？顾晴看着我们。哟，和好了。陈秋秋，你还挺有本事。不过沈毅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妈叫你来帮我，你是我的队友，这个比赛有你一半的。沈毅忍不住笑了。顾晴，你可真是病急乱投医，难道我妈没告诉你，我学的是法学吗？我妈以为你是缺队友，让我做个顺水人情，没想到你是一点都不会，连我在乱编都看不出来。顾晴急了。沈毅你，果然，公布获奖名单的时候，我和队友毫无疑问获得了第1名，而顾晴自然是连安慰奖都没有拿。沈南看着恼羞成怒的顾晴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他走的时候一脸怒气。走着瞧吧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顾晴的速度很快，以至于我看到沈毅和沈南的妈妈的时候，还是一脸茫然。沈妈妈相比8年前看起来更加保养得当，举手投足间已经富太太的气质。她直接开门见山，说吧，多少钱离开我儿子？这个场景我曾经在看小说的时候想象过无数次，可当它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竟然有些无所适从。见我不说话，沈妈妈有些不耐烦，想了这么久都没有想好。你对我儿子死心吧，他其实也不喜欢你的，他喜欢我们老家那个姑娘，叫秋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，阿姨，好久不见，我是秋秋呀。沈妈妈要说的话噎在喉咙，她看着我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。你说什么？你是秋秋？和沈毅、沈南一起长大的那个秋秋？是啊，阿姨，很抱歉这么久没有去拜访您。她赶紧站起来抱住我。没有，都怪沈毅那个臭小子，这么久都没有告诉我。说完又仔细端详着我。我们秋秋长大了，真好看。秋秋，这些年过得还好吗？我和阿姨说，这些年我过得挺好的。老家那边发展起来了，村里面村民的收入增加了很多，公共设施也便利了很多。她不住地点头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阿姨告诉我，她很久以前想带沈毅和沈南回去看看，可是那时候沈毅出事了，他被同村出来打工的一个伯伯绑架了，向他们家勒索30万。那时候30万给了，沈毅也就回来了。可是沈毅和他们家从此对老家有了阴影。后来我们发展的越来越好，戒备心也越来越重，索性不回去了，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听到阿姨的话，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回过那里。秋秋啊，沈毅他自从被绑架之后，性格变得很阴郁，直到上了大学之后才好了一点。我原本以为他是想开了，原来他是又遇到了你。你从小就是好孩子，我和沈毅爸爸不在的时候，都是你带着他吃饭，带着他玩。阿姨是真的很感谢你，你对沈毅来说就是一束光啊。阿姨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和沈毅在一起。沈毅知道阿姨来找我之后，立刻赶了过来。那时候阿姨已经走了，只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。沈毅跑得气喘吁吁。秋秋，我妈和你说什么了？她该不会给你钱要你和我分手吧？你不会还答应了吧？秋秋，你说话呀！我看着她，想到阿姨对我说的那句话，你对沈毅来说就是一束光啊。可是我捏紧了口袋里那封刚拿到的来自国外的 offer， 可是我也有自己的前程啊。我问沈毅，你愿意等我3年吗？沈毅愣了愣。秋秋，你要走吗？我点了点头。为什么不事先和我商量呢？这好像是所有情侣都会遇到的问题。那时候还没有确定。秋秋，我好像对你而言一点都不重要，好像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玩偶。他走了，我没有叫住他，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宿舍。顾晴看到我这副样子，忍不住小人得志。如何？被沈毅他妈狠狠羞辱了吧？我都说了，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在一起很辛苦的。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一个坐到椅子上开始哭泣。我觉得委屈，沈毅骗了我这么久，我都原谅了他。我只是没有和他商量出国的事，他就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。小爱和思科听到我的哭声，他们生气地看着顾晴。大小姐，你能不能不要逮着我们秋秋欺负啊？就是啊，家里有钱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。顾晴一脸委屈。谁欺负他了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
他自己要和有钱人谈恋爱，这别人妈妈拿钱羞辱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小爱和思科眼睛都亮了，凑到我面前，秋秋，顾晴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被你男朋友他妈拿钱羞辱了？羞辱了多少啊？听到他们的话，我哭得更大声了。这时候，阳台外突然有烟花炸开的声音，有人要表白了，快去看，快去看！我被小爱和思科推到阳台边去看热闹，却发现楼下站的是沈阿姨和沈毅。宝贝秋秋，阿姨替沈毅这个傻子向你道歉。你想出国就出国，想工作就工作，阿姨永远支持你。宿舍有人带头鼓掌，阿姨说得好，死小子，赶紧和秋秋道歉。只见沈毅接过喇叭，连喊了3声：秋秋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丢下。秋秋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丢下。秋秋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丢下。尴尬的我冲下楼去，求你了，别喊了。秋秋，那你是原谅我了吗？再考察一下吧。3年后，我留学归来，从机场走出，沈毅来接我，我看着他，请说出接头暗号，开通9.9元自动续费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他挠了一下头，坏了，忘记了，接头失败，按照规定我不能跟你走。他勾唇一笑，取消自动续费。好了，现在到我拿我的接头暗号了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沈毅就吻了上来。秋秋，我好想你。全文完。